2023年的大河劇怎麼辦加刊啊？各位看的還他媽的開心嗎？反正我呢是想趕緊收拾心情看2024年的大河劇《至光之君》了。那麼今天讓我來介紹一些典型的平安时代貴族的生活方式，方便大家明年追劇的時候好簡單的理解背景設定。這裡是巫女花散裡，演繹日本歷史與傳奇的頻道，記得先點讚訂閱哦。那說到平安時代的話，日本人的印象中一般都會認為是個風雅的時代，即使是到了近現代呀，一些華族家庭也會以維持着平安時代的傳統而驕傲。但是其實平安時代真的有很多埋汰的文化。一般來說，認為平安时代是從公元794年迁都平安京開始算，延續了大概400年，到1185年镰倉幕府開幕為止。看到這個時間段，大家也都明白，大概是中國的晚唐到宋朝的時間段。這段時間呢，中國的輻射能力是很弱的，也就成了日本社會內部整理從隋唐學來的文化的时间段。尤其是公元894年废止了遣唐使之後呢，日本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到日本的国内事务，促成了日本国风文化的形成，建立了很多后世的文化標準，也成為了現代日本文化的基礎。因此，日本人心中很容易認為平安時代是個風雅的時代。其實，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就都是在平安時代誕生的。簡單的假名大大的方便了識字率的提升，也就促進了女流文化的興起。比如日本小說的巔峰指示部的《源氏物語》和同樣赫赫有名的青少纳言的《枕草子》，就都是此时的女流文學作品。那麼由於平安時代日本在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就成了日本歷史從古代到中世的過渡時代。平安時代呢，作為貴族時代，精英們之間的競爭方式自然和後來的武家時代是不同的。當時教養是評價一個貴族最重要的品質，無論外貌多麼出眾，工作多麼出色，一個人如果不能誦讀和欣賞詩歌，或者無法理解情感上微妙的波動，那就不能在貴族社交中獲得好的評價。現在考據典型的平安貴族日常生活，應該是在早上7點到10點之間進行日常的政務工作，之後就是社交時間了。主要活動是蹴鞠、和歌、圍棋和雙陸等等娛樂。對於這些活動的精通程度呢，就是當時教養的評價標準。其中蹴鞠可能是平安時代最受歡迎的貴族活動了。當時的規則是幾個人圍成圈，然後用腳來回傳球的遊戲。不過並不是競技性的遊戲，蹴鞠是沒有勝負的，而是要追求踢球動作的優雅，以及傳球路徑浮現的美感。所以如果球被踢飛到了下一個人很難接到的位置，那麼這個傳球的人就會被認為是太不優雅了，就很丟面子。所以當時貴族們似乎都會在私下練習傳球的技巧。此外，和歌也是在平安時代在貴族中大興。創作和欣賞和歌的能力低下的話，甚至會讓一個平安貴族很難找到結婚的對象。平安時代還編纂了古今和歌集。雖然這些活動在貴族中如此重要，但是蹴鞠、和歌、圍棋、雙陸這些傳到民間還是很慢的，主要是這些東西的入門門檻都太高了。接下來我們再聊聊任誰看了都會覺得華麗的平安貴族的服飾有多誇張。平安貴族雖然對個人的衛生不怎麼講究，但是對衣服的細節可就太講究了，都是要量身定做、細節拉滿。當時的貴族女性服裝呢，是以一種名為12單的傳統和服為主流。數字12是當時數量多的代名詞，意思就是說這種衣服的裡裡外外有很多層布料。窮一些的貴族穿的12單也有些不足12層的，但是按照規制的正式12單，光是重量就超過了40斤，有多繁複就不用我多說了吧。而當時男性貴族的正式服裝是被稱為束帶的長袍。我們在歷史劇中常見的男性平安貴族服裝呢，則是他們的休閒服，稱為衣冠。希望光之君能夠好好的還原這些。此外，平安貴族男性是隨時都要戴帽子的，因為當時認為男性的頭髮被別人看到的話，那個就是比另一個頭被看到還要羞恥的事情。平安時代庶民的服裝則是被稱為直垂的衣服，如其名，結構很簡單，但是適合活動啊。畢竟平安時代的稅也不低，還是要保持工作狀態的。這種服飾後來被改良，就成了日後的武士服裝。平安貴族對吃也是很講究，當時的主食是米飯，貴族的一頓飯中，豬肉、魚肉、蔬菜、甜點都是要安排上的。但是當時日本沒有什麼料理文化，即使貴族們吃的種類這麼複雜，但是大部分菜呢，也就是煮熟或者是烤熟，然後蘸着醬油和鹽巴吃掉。庶民的飲食則是雜糧為主，日常會吃蔬菜和魚肉下飯，雖說是簡樸吧，但是至少比戰國時代要好太多了。戰國平民吃的有多慘，可以在這個視頻中窺見一斑。平安時代的住宅設計習慣呢，和現在的差別也挺大的。
平安時代的府邸是以寢殿為中心，生活區域圍繞着寢殿形成核心建築，然後圍繞着這個核心建築又以回廊連接其他的不同區域。主體建築的兩側視野範圍則以假山池塘造景。那建築我也不懂，這個就各位看劇的時候再了解吧。以前我介紹過的平等院鳳凰堂就是典型的這種風格，個人感覺還是相當漂亮的。順帶一提，平安時代的農民啊，基本都還在住草屋呢。再來談談平安時代的戀愛，這個是個大話題，以後可能會單獨出視頻，這裡就簡單的介紹一下。平安時代的貴族呢，雖然給人自由戀愛的印象，但是其實講究還挺多的。當時女性是不會讓太多男性看到自己的樣子的，男性們只能透過籬笆的縫隙或者是竹簾來遠遠的窺視她。如果一方心儀對方，通常就到了文化考驗的時候，雙方會寫信聯絡感情，以確定對方的文字功底和合格素養，直到雙方都滿意才約定直接見面。因此男女間的相戀通常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所以才給人感性浪漫的自由戀愛印象嘛。不過這種感性浪漫的氣氛也就到此為止了。通常双方如果進展到了約定見面這一步，那就不用約會了，見面就直接約的是男方在夜裡去女方的家中當場本壘，剩下的事以後再說。那麼如果男方連續3天晚上都去拜訪同一個女性，在社區中人們就會默認2個人已經正式結婚了。相反，如果大家發現男方突然就不來了，那就算是已經離婚了，就是這麼簡單。除了這些呢，另一個很容易被和平安時代聯繫起來的東西，我想就要數陰陽道了。以平安京為舞台的陰陽師主題遊戲，我想玩過的人應該是不少的。平安時代的貴族們非常重視陰陽道的占卜結果，據說如果占卜出了凶兆，平安貴族甚至可能一整天都不出門見人，也不閱讀重要的信件，甚至連說話都會盡量小聲。這種行為被稱為誤忌。那只是1天的話還算好，可是如果一不小心連續出大凶之兆，有時候甚至需要維持這種狀態超過2個月。陰陽道占卜當然不只有被動的運勢，也有主動的運勢，比如就有行走方向的吉凶。如果一定要去往一個占卜不吉利的方向，平安貴族們就會先去某個朋友家做客，然後第2天再去目的地，以此來避免可能的危險。當然既然有這種文化，那就太好用了，反正大家对方位的吉凶都不一樣，這就成了一些平安貴族们翹班不出差，或者是去出軌對象家的好借口。也是和現在一樣，平時大家看起來都相信的不行，但是真正涉及到利益慾望時那才表現出真實的態度呢。但是你要說他們只相信好的部分吧，那也不是，也有迷信占卜以至於對生活有很大壞影響的部分。比如呢，平安貴族們連生活衛生都要占卜吉凶，甚至真的會依靠占卜來決定洗澡、洗頭和剪指甲的日期。所以一般來說，他們每個月只洗5到6次澡。而且當時平安貴族們的洗澡呀，和我們現在可是不一樣的正在看視頻下飯的，我勸你們跳過下面的內容了。當時的貴族浴室其實更像是桑拿房，所謂的洗澡是在蒸汽中取暖，然後在其中用水迅速的擦掉在蒸汽中浮出體面的污垢，僅此而已。就是這種洗法，別說是1個月5、6次了，就算跟現代一樣天天洗，我看也是洗不乾淨的。而且當時平安貴族從浴室出來之後，也不會再沖1次水了。也就是說，剛洗完澡立刻就會渾身出汗，想想都難受。這主要是因為平安時代的日本貴族認知中，洗澡本身就是一種宗教色彩的淨化儀式。當時的貴族中並沒有身體清潔意義上的洗澡，但是反而平民間對身體清潔更重視。那時候的平民會日常到河川中洗澡，而且已經開始偶爾使用皂角水泡澡了。那麼這種洗澡的習慣也就自然而然地帶來了平安時代的另一個生活方式，那就是香薰的流行。人們要通過點燃蜂蜜和香木混合制成的香薰來掩蓋體味。當然，在有錢有權的人中，對这種香氣的識別能力也是個人品味的考驗，因此貴族們都會很認真地對待，制作自己獨特的香薰。此外呢，各位應該會在光之君的劇中看到女性們濃密的長髮，這是當時的審美。但是如上所述，洗頭是要占卜的，倒霉的時候1個月不能洗頭的事情也會發生。那在這種極端時刻，貴族的女性們就會使用米糠汁來增加頭髮的光澤，以此堅持到洗頭的日子實在是難以想象，太難受了。貴族們都這個樣子了，那貴族們聚集的平安京是什麼樣子也很好想象吧。現在回頭看復原圖和歷史繪畫，會感覺平安京是日本歷史上排得上號的宏偉整齊的都城，生活其中的平安貴族們也是服飾華麗。雖然這都沒有錯，但是前提是我們帶入了現代人對城市生活的理解。其實平安時代的平安京是非常髒亂恐怖的。平安時代的日本甚至連旱廁都還不常見，
當時即使是被稱為通箱的可以方便和裝糞便的箱子，在市民中呢也是要有錢人才用得起，因此人們只能在街上隨地大小便。此外呢，平安时代虽然已經有了火葬文化，但是只有天皇、僧侶、神官這些有神秘屬性加成的人們在流行火葬，其他人即使是貴族，也還是大體維持着土葬的習俗。但是火葬也好，土葬也好，那都是要花錢的，平民們可并不是人人都拿得出這筆錢。於是將死者的遺體丟棄在山河湖海中回饋自然，或者是直接扔在大街上，就成了窮人們的做法。所以當時的平安京的真實城市環境就是街上隨時都有糞便和屍體。不知道各位中有沒有猛人想要穿越到這種時代的？那這些就是我給各位看《至光之君》前準備的平安貴族們的生活方式。希望今年的大合劇不要再折磨了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啊，我們下期再見。